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顿涅茨克地区亲俄官员1号表示，俄罗斯部队正在包围巴赫穆特，与乌军激烈交火，试图取得连接巴赫穆特与恰西夫亚尔的高速公路控制权。有分析指，如果俄军赢得巴赫穆特之战，这将是去年11月的乌军赫尔松大反攻后，俄乌战局出现的最大变化。俄雇佣兵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任近日还在社交媒体表示，瓦格纳正在封锁巴赫穆特城外的环路。巴赫穆特向北扼守顿涅茨克州通往卢甘斯克州最大城市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的唯一交通干线，向南则距顿涅茨克州首府顿涅茨克市不足100公里。而俄乌冲突后，俄军控制了卢甘斯克州，这让巴赫穆特变为冲突一线。如果乌军控制巴赫穆特及周边交通线，就可以随时威胁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的俄军；而如果俄军占据巴赫穆特，就可以沿交通线向乌方控制的顿涅茨克州的腹地推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就俄乌战局声称，2022年2月到7月是俄军主动进攻，乌军防守；7月到11月是乌军大规模反攻，俄军转入守势。11月至2023年1月，乌军反攻停滞，俄军寻找重获主动权的机会。现在俄军大举突破巴赫穆特战线，意味着攻守之势可能再次逆转。不过，乌军兵力已经出现捉襟见肘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泽连斯基近期宣布了第10轮征兵，称其要在3月份前再度征召15万士兵。乌克兰各地于是上演了各种抓壮丁的消息，就连政府官员也在征召范围内。在基辅州布罗伐利市政府内，正在召开议会的官员们遭到了征兵办破门而入，在场所有参会的男性政府官员都被发放征兵传票，就连该市市长也不例外。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近日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乌克兰盲人男子在镜头前展示了自己收到的征兵传票。但另一方面，美西方的武器却是源源不断送往乌克兰，并且威力持续增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武器装备。报道援引2名美国政府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新一批对乌援助中，有17.25亿美元将来自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这意味着所援军备将向美国军工企业订购，而不是从美军现有库存中调拨。订购的弹药将首次包括陆射小直径炸弹，这种远程火箭弹最大射程150公里，是用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和 M270 型火箭炮。甚至有观点认为，陆射小直径炸弹的威胁远比主战坦克以及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制导火箭弹更大，它可以打击更多俄罗斯的战役纵深目标。那么，这个主要是弥补了乌克兰军队的打击的这个射程方面的一个空白。如果达到150公里的话，对俄军的威胁就会非常大。那么，俄罗斯前沿的一些像指挥所、像后勤仓库、像弹药库、像通讯中心，可能就不得不往后移到150公里以外去。所以呢，这个对俄罗斯的威胁。俄军的威胁还是非常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1号也援引俄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的话称，西方正扩大向乌方提供武器的数量和种类，他们仍然梦想着俄罗斯战略失败，所以赌注正在加大。纳雷什金说，西方加码军援背后逻辑在于美国及其盟国有同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决心。